第二天大屠杀，头一天晚上游过来，血流成河，就整个黑龙江水多长时间全部都是血水。黑河到爱辉啊，从黑河到爱辉有30多公里。是南方人吗？对，南方的。哪里啊？广西的。广西啊。啊。这个条约签订完以后，因为它本来日本、俄国这些地方都觊觎咱们这些资源、领土，对吧？他们就发生战争，发生战争到最后就是逼着咱们中国就设立这个海关嘛，因为没有这个海关处理不了这些什么割地赔款、给银子。都要有海关。对啊，都要海关，经过这个海关。但是呢，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加上中国国内是义和团，在黑河这个地方，就是你去的这个爱辉历史陈列馆，就发生了海兰抛惨案、胶东64屯。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影片历史背景。在清政府与沙皇俄国发生第一次战争及雅克萨战役的2年前，即1683年，面对对东北地区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设立了黑龙江将军，他是清政府设于黑龙江地区的最高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黑龙江将军下设7名副都统，辖区如图所示。此刻我正要去的就是黑龙江将军和黑龙江副都统的驻地爱辉新城，即今天的黑河市爱辉镇，位于前面2集黑河市以南约30公里处。上一集咱们聊过，今天的黑河市过去只是爱辉地区一个小村落，在100多年前，爱辉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实是今天的爱辉镇及著名的爱辉条约的签订地。1900年打仗老百姓都跑了，然后等到1907年，有一个副都统叫姚福生，他到了以后就带领老百姓得建设这个家园。在07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就准备要设这个海关，那海关也不是咱们主动要设的，因为日俄争夺的产，1909年就正式开关了，8月1号正式开关了，在内蒙。后来觉得不太方便了，然后就把它1911年就把它移到了黑河。现在的黑河市区。对，在黑河市的图书馆里票。这一名老师告诉我，之所以把爱辉海关从爱辉镇移到黑河市，是因为黑龙江爱辉段河道较宽，而黑龙江黑河市段则比较窄，最窄处仅有750米，河道窄，那通关就快。这也是为什么黑河市能从小黑屯渐渐发展成为北疆重镇及边境大城市的原因。我太爷，太爷，他自己还有别人哥俩游过来，十来岁不知道。那个胶东64屯海兰抛惨案那个，2000年，对，那个时候。时间支的不好就游过来了，就是抱着木头就游。小伙子，你照一下这个，这个老建筑现在被人盗上。老人给送过来了，游过来了，抱着木头。就因为游过来才10来岁。那个谁，吴秀杰她丈夫那边也是游过来的，头一天晚上，第二天大屠杀，头一天晚上游过来。他是知道江上面就一看发现不好，就跑过来，就给他们先圈起来了，都圈起来了。明白吧？血流成河，就整个黑龙江水多长时间全部都是血水。本集影片涉及到一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信息，可能一开始您会听得一知半解，但随着影片的深入，你会慢慢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那您的太爷是怎么发现他会有大屠杀？那咱哪知道啊？那时候就跟现在似的，这嘎要打仗了不跑幸好跑了哈。到边防了。边防站。边防站。他79年都去世了，90多岁。当时从江那边游过来的人多吗？不多。到60几年以后，这块就2、3家，就2、3家了。
原先爱辉这个工厂都搬黑河去了。对，没有什么人。太阳以后就是打完了以后，爱辉就没建黑河了。原先最早是爱辉被打平了，跑到齐齐哈尔。对呀，等会又赶不上这。刚才经过一个边检站，然后下面的士兵都是荷枪实弹的，然后上车来检查了一下。你有没有吃那个？我有。啊。在中国就叫海南泡，但是改为布拉格维申斯克，在俄语就是报喜城的意思。然后他们就建了一个凯旋门，每年他们都会庆祝他们的胜利。现在他们已经庆祝了100多年。对，每年到5月28，他们都会举行庆祝仪式，但对咱们来说是一个耻辱的事情。你刚才也听他们都说了，就是那些过去都是咱们的土地。这个黑龙江也不是界河，也是咱们的内河。内河啊，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在那个陈列馆那面，那个枫林就1858个，就代表1858嘛。来警示人们，我们要把握好现在。我们教孩子都是记住这个历史，不是要你记住这个仇恨，是要把握未来，提高我们的国防力量。这说的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研学。如果谁读书的时候能遇到这么一位老师，那真的挺幸运的，很优雅，而且主要是人特别好。到那个黑龙江江边走一走，这里是距离黑河市区30多公里外的一个镇子，叫爱辉镇，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屯子，就像乡村一样。然后这里有很漂亮的雾凇冰挂，比黑河市区要漂亮的多。哇，你看像下雪一样，其实是这些树上的冰挂以及雾凇啊，在太阳的照射下开始有点融化以后纷纷飘落。这屯里面的积雪因为没有铲雪车的一个作业啊，所以越堆越厚。我原以为已经在黑河市6、7天了，就因为它一直没有发车嘛，这个班车取消了。我想去江边看一看，看看这一条因为一些华人一些中国人他渡江而过，因此躲过一劫的黑龙江。这个感觉挺穿越的，大概1个小时前还在这个车流车网人声鼎沸的一个黑河市区啊，然后1个小时后就来到了这个感觉遗世独立的这种被人遗弃的乡村了，非常漂亮。到了中俄界江黑龙江边啊，不变的是跑兵排仍在继续啊，多了一些这个树挂，咱们看到，你看抖一下它会掉。毛茸茸的，特别像那些绒毛的衣服的一个质地啊。在这一段的一个界江，这里没有那些铁丝网阻拦啊，可以直接走到江边上的。这样我在想象当年一些想要活下去的一些中国人啊，在可能预感到俄国人将要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就是凭着直觉或者是一些征兆，就第2天就屠杀了。他前一天直接游过这个黑龙江，然后躲过一劫啊。后来有了，你看在珲春镇这里可以说是生根发芽，子孙后代的，不然的话就是从此从世界里面消失了，没有任何的痕迹。
江东64屯位于金里綦江口南黑龙江左岸地带，南北约140公里，东西约80公里。它是康熙年间征讨沙俄的雅克萨战役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已有64个村庄又地处爱辉，故名江东64屯。爱辉条约签订以前，该地属爱辉副都统管辖，屯中居民均被编入八旗，当地居民共有14000余人，其中汉族8600人，满族4500人，达斡尔族900多人，共1266户，其中汉族散居于江东64屯各处，多数为山东、山西两省的移民，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采金业和商业。这雪的话特别轻啊，像羽毛的感觉。如果出现这种雾凇或者说冰挂的话呢，还有一种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明明没有在下雪，但是你好像走到哪个地方都在纷纷飘雪。就因为中午了嘛，这个气温回升了一点，这些雪花呢就开始稍微有点融化了。其实没有下雪，只是树下会有这样的景象，废弃的房子啊。眼前的黑龙江就是1900年血流成河的黑龙江，江的两侧在当年都发生了惨案，一边是海南炮惨案和江东64屯惨案，一边是爱辉城被火烧尽，成为一片废墟。眼前呢是重建后的爱辉新城，在今天它的行政名为爱辉镇，其实在1958年曾改名为爱辉镇，后来为了让后人铭记历史，于2015年恢复为爱辉镇。站在江边，我不由得想，为什么100多年前会发生海南炮惨案、江东64屯惨案？首先，我要去爱辉历史陈列馆寻找答案。你好，这好多小狗啊，这是要去哪里啊？我能上车吗？上车干啥？因为距离爱辉历史陈列馆还有2公里，我是比较喜欢走路的，如果放在以前我一定是步行过去，但是因为冰天雪地里太冷了，于是我就问这名大姐是否顺路，刚好呢她也是往那个方向开的。谢谢这位大姐。好的，它是免费游览的，用身份证登记即可进入爱辉历史陈列馆。在整个中国呢，黑河市啊可以说是最多俄罗斯游客的地方之一啊，因为它是中俄边境城市嘛。但是这个地方是俄罗斯游客不会来的，用一位这个本地人的话来说，就是俄国人没脸来这个地方。魁星阁、建正松、1858枫林墙、圆雕母亲爱辉新城遗址。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近一辆这种战斗机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证。下面有好多的文字，哦，这，哈哈，还有坦克，
相机，你看，就是天上的这个积雪掉到上面了，然后通往陈列馆的路上有很多块石头，上面写了不同屯的名字。爱辉历史陈列馆坐落在清代第一任黑龙江将军衙门驻地，1858年中俄爱辉条约签订地。这里人挺少的，寥寥几名游客吧，总共。爱辉新城遗址啊，黑龙江将军驻地。前面说到，清政府在1683年在黑龙江地区设立黑龙江将军后，一开始驻地在爱辉旧城，它位于金七里江与黑龙江交汇的爱辉河畔。今天来说，它的位置是黑龙江左岸的，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布市所属的一个村子，叫格罗杰科沃自然村。而到了2年后的1685年，清政府将爱辉城迁到了今天的爱辉镇及爱辉新城。此后所说的爱辉城皆指爱辉新城，并在城内建了这一座魁星阁。在1900年的时候，俄军炮击爱辉新城，全城尽数焚毁，唯有魁星阁幸免于难。1933年，日本侵入爱辉，魁星阁成为日战时期的瞭望岗楼。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出兵前炮击了爱辉城内的军事目标，魁星阁被苏军的炮火击中，楼体洞穿，顶端塌陷。1980年，爱辉县政府决定复建魁星阁，历经3年落成。这里有浮雕啊，应该是黑河地区是有32个少数民族啊，像鄂伦春族啊，然后俄罗斯族呀。这个雕像是一个，我看到这个雕像感觉特别意味深长，因为这个白雪覆盖在上面以后，平添了很多的意味，庄重又悲悯的感觉吧，不知道背后什么故事啊。像这个陈列馆主要有4部分内容组成啊，像尼布楚条约、还有爱辉条约、北京条约和庚子俄难，咱们一个一个来说。我刚进入这个陈列馆的时候啊，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拍你可以拍，但是你可能传不上去，因为这个比较敏感。他说啊，这个爱辉条约或者是北京条约是当时的沙俄强加在中国，也就是当时清朝的一个耻辱史啊。然后呢，但是现在的话，中俄两个关系是比较好的，所以就不用破坏这样一种和谐吧。曾经的黑龙江是中国的内江，那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了今天的中俄界江的？实际上，俄罗斯觊觎清朝外东北的土地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643年，俄国哥萨克武装入侵黑龙江。1657年，沙俄派正规军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雅克萨和尼布楚城。直到1685年发生雅克萨战役，清政府和沙皇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整个外满洲、外东北归中国所有。咱们知道啊，中俄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爱辉条约。其实在这个条约以前呢，中国跟当时的苏联是签订了一个叫尼布楚条约啊。1689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条约还算比较公平，因为它规定的是这个外兴安岭以南，然后东至海，这个领土是属于清朝的。因为这个条约的这个签订啊，中国跟俄国可以说维持了100多年的这个和平相处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的领土啊，外兴安岭以南以及东至海，也就是库页岛，包括海参崴，皆为清朝的疆域。贝加尔湖以东的鄂霍次克海以西，这个是清朝的版图。咱们可以看到不同朝代的这个中国的版图啊，金朝、元朝啊，你看现在元朝的时候，成吉思汗打到这个外兴安岭以北啊，基本上俄罗斯远东的地方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啊。这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一个场景啊，看一下俄罗斯的使臣，他们的穿戴还挺不一样的。咱们能看到当时清朝的官员里面也有这种俄罗斯人长相的一个官员啊。旁边这2位都是随从，请各位看一下身后的这幅水图。
咱们能看到这一个陈列馆的话，它有3种语言，汉字、英语跟俄语。然后呢，我又了解到这里是不允许俄国人来参观的。然后我就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会有俄语呢？他说是因为黑河地区有不少的民众是会的，就能读懂俄语的。另外一个是，可能以后会允许这个俄罗斯人来参观的时候，这些俄语就又能派上用场但是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咱们也不知道。前面说到，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沙皇俄国不断向远东地区扩张，并且进军黑龙江流域，几次被清军击败，然后满洲地区人烟稀少，一旦清军回撤，俄国人又卷土重来。于是在1683年，清朝修建了今天的爱辉城。在雅克萨战争中，爱辉成为了清军的前线基地和指挥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驻爱辉的黑龙江将军副都统担负起了镇守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上游两岸国土的重责。这里就是中俄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爱辉条约的一个场景还原了。在签订这个爱辉条约以前也就是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后，这个爱辉城呢属于是黑龙江流域的这个中心城市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之一然而，爱辉条约的签订令曾经东北大地上的中心城市爱辉新城成为了边境城市。1858年的爱辉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黑龙江从此成为了中俄界江。这里顺便补充一个关键的历史信息，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海南炮被纳入了俄罗斯帝国版图，但条约同时规定，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欲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江东64屯保留了清朝民众的永久居留权和清政府对民众的管辖权，按条约俄国均不得占。按理说，这个条约细则理应避免海南炮惨案、江东64屯惨案的一个发生，那为什么后来还是发生了呢？这跟我们前面很多集都聊过的一条铁路息息相关，咱们后面再聊。原厂惨案共有12000去做出特殊规定，仍归中国管理。当时在清末爱辉镇的一个集市上交易的物品。咱们可以看到，爱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的这个版图一下子激增了，绿色那一大块。像这些版图就是2年之间清朝割让给沙俄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58年的爱辉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加在一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放弃领土所有权最多的条约。条约原存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现典藏于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这边就是庚子俄难跟重建爱辉的一个展厅叫庚子俄难的话，咱们在车上也有所了解了也叫海南炮大屠杀和江东64屯惨案，就是俄国入侵东北示意图1900年。海南炮俄兵和飘满浮尸的江面。
哇，看着这一个巨大的一个圆圆的屏幕啊，就能想象到当年1900年那时候发生这个大屠杀的时候，那种哀鸿遍野的这种惨绝人寰的景象啊。你看，那个是俄国士兵用一个这种激光枪在扫射，加上还在挣扎的这些民众啊。我看着这个画面，我这个毛骨悚然，一点不夸张。俄国士兵烧杀劫掠的一个场景啊，可以看到啊，黑龙江可以说是，到处是浮着的尸体。咱们能看到这些俄国士兵呢，就是闯入这些村民的屋子里面，把他们的牛羊啊抢过来，然后呢，把藏在屋子里面的民众，通过放火烧他们的房屋的一个方式，把他们驱赶出来。然后一些骑兵啊，手上拿着刀或者鞭子，不断驱赶着这些村民往同一个方向，也就是黑龙江边去跑。你看，有一些老人还背着小孩，他们以为他们在逃跑，其实是按着这个俄国士兵的一个驱赶的方向在奔跑。这是俄国士兵呢，把这些村庄的一个可以说男女老少吧，然后通过枪、通过棍子、通过这个刺刀，把他们赶到了黑龙江的江畔啊。还有拿着斧头的，我看老人抱着双手，就是祈求放过我，那感觉太惨烈了。你看，用棍子把那个挤在江边挣扎的民众，把他们捶打，掉到那个黑龙江里面啊。然后呢，有人还在边上拿着激光枪，不断的往江里扫射。瑷珲条约后，海兰泡被纳入了俄罗斯帝国版图，改名为布拉格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后来被指定成为俄罗斯帝国阿穆尔州首府，成为当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1894年，海兰泡人口约2万人，1900年增至4万人，其中中国人占1万人以上，多数从事经商和为俄国人做工，部分从事农业活动。以今天的山东省龙口市、山东省莱州市人数最多，但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俄国移民来到了远东地区。早期由于俄国移民对于当地中国居民的经济依赖，双方尚能融洽相处，但随着俄国移民的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出现，以及俄方对江东64屯地区的不断蚕食，双方时有矛盾。1900年7月17日，俄军以送中国人过江为由，徒步20多公里，将中国人驱赶至布拉格维申斯克的黑龙江江边，于是有了海兰泡惨案。在海兰泡大屠杀进行的同时，沙勒令派出军队在江东64屯展开扫荡。较早发生的海兰泡大屠杀极大地震动了江东64屯的居民，当地居民纷纷逃离，哭嚎于瑷珲对岸。瑷珲副都统杨凤祥为保护屯民过江，在瑷珲水师紧急调集兵船30艘、商船20艘，昼夜接送，营救了大部分江东64屯的居民。1900年，万余俄军进攻瑷珲，炮击过后，古城房屋倒塌，俄军涌入城中，副都统衙门口下级官吏。1900年8月4日早7时许，俄军集结万余兵力，从北、东、南3面向瑷珲城发起总攻。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俄军炮击瑷珲后，俄兵涌入城内时的复原场景。我们首先看到是一站子的清兵，右手边副都统衙门门口，1位官吏已经无力回天，不能捍卫家园，准备拔刀自刎。右前方，清军士兵在射击抵抗。接着，我们看到是被炸毁的房屋，母亲抱着被炸死的女儿欲哭无泪。老奶奶抱着丈夫的灵位，视死如归。8月5日，瑷珲全城陷落，俄军4小焚烧，满城烟火，鸡犬飞嚎，数千余房，毁弃人虚，居民4万，伤谷3000的瑷珲城。
被夷为一片废墟。最左边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嫩河、杰雅江，下面松花江、牡丹江。逛完了，花了1个多小时吧。然后对这一段历史的话，也增加了很多认识吧。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来看一下的。仿鞋，人人有责。现在是下午3点钟左右，看一下这个镇子吧，爱辉镇。现在在这里想遇到个人都不容易啊。诶，这里是什么？一个废弃的房子，一个灶台，感觉这里以前是一个酒店，一个饭店啊，应该是学校外面有大片的一个活动场地啊，操场啊之类的。现在3点钟就特别暖黄的武警，一辆车上面写着武警。回来路上一直在想，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自古以来就是颠沛不破的真理。哦，这个地方人可太少了。原本准备是跟那名老师去参观海关的，可是我在那个陈列馆逛得太入迷了，然后就错过了那个时间了，所以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出发了。就是真的是果然东北人进入了猫冬模式，不太出门了。我家在外面有点冷啊，我看到这里有个小卖部，这里面多冷，然后没吃午饭，我看能找点什么吃的。现在下午3点了。你好，您好，欢迎光临。您好，欢迎光临。整了2盒这个板面，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板面。啊？你们家祖籍是哪里的？祖籍？河北的哈。昌黎的，秦皇岛那边。是爷爷那辈来的吗？还是爸爸？太爷哈。你奶奶是俄罗斯人。哦。他们家是有俄罗斯血统。她不是你闺女吗？是。那他爸爸那头。哦。那很快就毕业找工作了哈。是。就哪方面的工作呢？算考公。考公哈。这宇宙的尽头是考公。东北体制内很吃香，东北人都比较认可体制内的工作。对，挣不了大钱，但是很安稳。